你的负重前行是因为有人替你岁月静好。如果你回到1860年代的美国，就能明白什么叫政商勾结、狼狈为奸、鱼肉百姓、坚守自盗、厚颜无耻。在那个镀金时代，华盛顿的空气里飘荡着两种味道，一种是底层劳工汗水发酵的酸臭味，另一种是权贵们雪茄和香槟混合的甜腻味。而坐在白宫正中央的那个人，尤利西斯·格兰特，他就像一个误闯了黑帮聚会的傻白甜。他以为大家都在庆祝胜利，殊不知这群人正在磨刀霍霍，要把这个国家连皮带骨的吞下去。格兰特出生于1822年4月27日，他的父亲是一个开皮具厂的小老板，所以他的家境相对来说还不错。从小他就非常喜欢骑马，一直到17岁，他老爹动用关系给他弄到了西点军校的名额。那一届西点可谓是群星璀璨，很多后来南北战争的名将都在，而格兰特是里面最不起眼的。他极其讨厌兵法，讨厌行军布阵，数学也是勉强及格。他唯一感兴趣的是画画和读言情小说。他在给未婚妻的信里写道：“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毕业后去个偏僻的地方当个数学老师，然后默默无闻的过一辈子。”但1846年的美墨战争打破了他的幻想。这一时期，他主要是个观察员，他在军需处管后勤，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当时的两位大佬。后来格兰特打仗那种不知撤退为何物的死磕精神已经奠基。美墨战争结束后，格兰特被派往了加利福尼亚的洪堡堡，当时这个地方除了风沙什么都没有。对于格兰特来说，寂寞是致命的毒药，于是他开始嗜酒，好让时间过得快点。终于，他在一次发薪日喝高了，他的上司直接让他滚蛋。1854年，32岁的格兰特脱下了军装，接下来6年就是格兰特人生的至暗时刻。本来他是想和老婆好好过日子，但他的老丈人看不起这个女婿，觉得他又穷又蠢，时不时都有冲过去给他2巴掌的冲动。不久后，格兰特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他在1860年回到了自己老爹家的皮具店里当个小伙计。镇上的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看见那个废物了吗？西点军校毕业的居然回来啃老，听说还是个酒鬼，这辈子算是完了。而现实也确实是这样，此时的他眼神浑浊，身材发福，没什么雄心壮志，守着个皮具店，然后在某个午后默默无闻的死去。然而历史的剧本已经写好，只等一声枪响。1861年4月，南方邦联炮轰萨姆特要塞，他扔掉了手里的牛皮，对着惊讶的邻居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国家需要我。”那个属于和平年代的废物店员格兰特已经死去。1864年，格兰特升任中将，他来到了东部战场，面对他一生的宿敌罗伯特·李，这是南军最猛的将领，之前的北方将军都被李将军打怕了，打输一次就退回去休整半年。但格兰特不一样，他算了一笔账：我有2倍于你的人，我有无限的补给，我不怕死人，只要我用2个人换你1个人，最后赢的一定是我。荒野之战打平手，伤亡惨重，别的将军会撤退，格兰特命令向南进军。斯波特斯瓦尼亚之战打平，血流成河，格兰特命令向南进军。冷港战役几十分钟死伤几千人，格兰特命令向南进军。他像一块甩不掉的牛皮糖，死死贴住李将军。李将军终于绝望了，他发现对面这个男人根本不是在打仗，而是在磨。格兰特用这种极其枯燥、极其血腥，但也极其有效的方式，把南方军队一点点磨成了粉末。1865年4月9日，罗伯特·李投降。从格兰特的打仗风格就能看出，他不把人当人，这样的人适合打仗，但不适合治国。后来他也把这套逻辑带进了白宫。1868年，美国政坛乱成了一锅粥，现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是个南方同情者，跟国会里的共和党激进派打得头破血流，差点被弹劾。共和党的大佬们看着日历，冷汗直流。大选要来了，如果共和党输了，南方奴隶主就会卷土重来，内战白打了。可是共和党里能打的政客，要么太老，要么太激进，谁上去选都要输。他们急需一个超级偶像，全美国只有1个人符合条件，就是格兰特。不仅是因为他能打，更是因为他不懂政治，这样才能更好控制。而格兰特是一个社恐，讨厌演讲，讨厌虚伪的社交。我只想回老家养几匹好马，抽雪茄，但历史没给他机会。后来格兰特还是被共和党这帮人捧上了神坛，他的团队在外面疯狂的渲染，谁不选格兰特，谁就是背叛了死去的战士。但许多白人都不买账，说投你就投你，当我傻啊？但最终的结果，格兰特赢得了大选，其中获胜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南方的黑人给他投票了。从这之后，共和党发现了一个骚操作：如果你想说服你的敌人投你一票，那太难了。但是如果你引入一群新的人，给他们身份，给他们饭吃，让他们对你感恩戴德，那他们的票就是你的铁票。1868年的大选给美国政治定下了一个100年基调，谁能控制新选民，谁就能碾压对手。1869年，格兰特走进白宫时，他接手的是一个巨大的分赃中心。那时候的美国刚刚打完仗，工业爆炸式增长，铁路疯狂铺设，股票像废纸一样印，钱太多了，监管太少了。人性中所有的贪婪，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像火山一样喷发了。1872年，动产信贷丑闻，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成立空壳公司，左手倒右手，骗取政府补贴。为了封口，他们给国会议员发股票，查出来的名单简直是美国政治名人堂，财政部部长、副总统、未来总统、众议院院长。当证据摆在格兰特面前时，全美国都在等着总统发飙。按照后来罗斯福的脾气，都要跟我的 FBI 喝茶。但格兰特犹豫了。在格兰特眼里，世界分为2类人，一个是敌人和战友。敌人说什么都是错的，战友干什么都是有苦衷的。
格兰特的做法是不问责只换人，他这种做法释放出危险信号，只要你是总统的兄弟，就算你犯了法，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丢官而已，不用坐牢。1873年9月18日，一个惊雷在华尔街炸响，全美国最牛的银行家杰伊·库克宣布破产。库克倒闭就像今天美联储关门一样不可思议。为什么倒闭？因为铁路泡沫。库克把所有的钱都压注在北太平洋铁路上，这是一条通往荒凉西北的铁路，根本没那么多人坐，也没那么多货运。但为了骗投资，库克疯狂印债券，吹嘘那是一片牛奶与蜜之地。终于，欧洲投资人发现被忽悠了，停止注资，资金链断裂，库克银行轰然倒塌。库克一倒，华尔街直接崩了，股价像瀑布一样泻，储户疯狂挤兑，纽约证券交易所被迫关闭了10天。紧接着，实体经济遭到血洗，18000家企业倒闭。最惨的是工人，失业率飙升到14%。在纽约，数万名无家可归的工人在公园里露宿，被称为流浪汉大军。面对这种惨状，老百姓在哀嚎，希望政府出来救一救他们。但格兰特选择站着富人这一边。1874年，国会通过了通货膨胀法案，想1年前救急，好让老百姓的负债瞬间减轻，但他拒绝了。随后，他签署了恢复硬币法案，所有纸币必须能兑换黄金，也就是金本位。格兰特的这个决定被西部农民称为1873年的罪行。通货紧缩导致粮价暴跌，农民辛辛苦苦种1年玉米，卖的钱连运费都不够，无数农民破产，土地被银行收走。在经济崩盘的同时，格兰特身边的腐败网络也彻底暴露。首先是底层官员，是最直观也是最恶心的，直接趴在老百姓和商人的身上吸血。这一切的根源叫做分赃制。如果你帮共和党拉了票、刷了墙、喊了口号，那你就能得到一份工作，邮局局长、海关查验员、税务官随便你挑，你不需要懂业务，你只需要懂站队。当时的纽约海关是全美最大的肥缺，控制了全国70%的关税。你想进海关当查验员，先给共和党交2%到5%的工资作为党费，不交明天就滚蛋。既然工资被扣了，怎么生活？自然要敲诈商人。商人进口一箱丝绸，你想让他快点通关，给钱；不想让货物被不小心划烂，给钱。这种腐败是毛细血管级别的，每一个海关窗口，每一个邮局柜台，每一个印第安保留地的物资站，都变成了一个个小型的收费站，稍微有点权力都要贪。这不仅是贪污，这是在向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征收隐形税。接下来中层，如果说底层是偷鸡摸狗，中层就是在批发国家资产，这一层的腐败最隐蔽，因为他们披着法律的外衣。大企业需要土地，需要补贴，需要垄断权，谁能给？国会议员。于是法律变成了商品，国会变成了交易所。这是结构性的腐败，国家的资源通过合法的程序，大规模的转移到了少数寡头手中。最后就是高层，最可怕的腐败，不是有人在偷，而是警察在帮小偷放风。格兰特和他的内阁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格兰特的逻辑是自己人别查自己人。格兰特把军队里的那套战友文化带进了白宫，他认为质疑我的朋友就是质疑我，调查我的下属就是给政府抹黑。于是他身边的秘书、战争部长、财政部长、副总统无一不谈。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这个镀金时代称为表面上金光闪闪，剥开那层金箔，里面全是腐烂的朽木。1874年，老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失业工人看着格兰特的内阁成员穿金戴银，而自己连面包都买不起时，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手里的选票。1874年的中期选举是一场针对共和党的政治屠杀，民主党那个被视为叛徒的党也因此咸鱼翻身，他们夺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这是自内战爆发以来，共和党第一次失去国会。这意味着格兰特彻底变成了废材。他的最后2年任期，在国会的无尽调查、弹劾、威胁和羞辱中度过。他想推行的任何政策，都会被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直接扔进垃圾桶。1877年，格兰特终于卸任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为了躲避国内的骂声，他和老婆茱莉亚开始了一场为期2年的环球旅行。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巨变。既然仗打赢了，国家保住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享受了。一种及时行乐和拜金主义的情绪弥漫全美，大家不想听什么崇高的理想，只想听金币落袋的声音。老兵觉得国家欠他们的，政客觉得他们拯救了联邦，拿点回扣是辛苦费。战时经济催生了一大批暴发户，他们发现利用政府订单赚钱比老老实实做生意快得多。这种赚快钱的风气彻底冲垮了美国建国初期的那种清教徒式的道德观。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狂野的增长期，但法律还停留在农业时代。铁路、钢铁、石油、煤炭这些产业像核爆炸一样增长，政府手里握着几亿英亩的西部土地和数不清的特许经营权，这块蛋糕太大了，大到让所有人都红了眼。你要说格兰特在任期毫无作用也是不正确的。1870年，格兰特成立了司法部，在此之前，美国只有总检察长，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同时，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也是在他的推动下完成，只是他把战场的逻辑带到了治理上。在他眼里，国家经济就是一场超大规模的后勤保障战。格兰特的战场逻辑，如果统帅不讲信用，士兵就不会冲锋；如果国家不讲信用，资本家就不会投资。格兰特面对的是1873年的经济大危机，坚决执行金本位，让美国的信用在国际上硬如磐石。至于数以万计的农民和工人破产无所谓，这是必要的牺牲。格兰特政府的逻辑非常简单，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第2次工业革命的暴力爆发期，保护资本就是保护国力，而劳动力只是像煤炭一样的原材料。
工人们每天在钢铁厂、纺织厂工作12个小时，在匹兹堡的炼钢炉旁，工伤死亡率高得惊人。但格兰特政府认为这是进步的代价。在他的逻辑里，经济危机是市场的排毒，工人的失业和饥饿只是这种排毒过程中必须被排掉的废料。格兰特任期的最后1年，爆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格兰特并没有去调查为什么工人工资被砍了3次，却还要忍受高强度劳动。他直接派出了联邦军队，军队在匹兹堡、巴尔的摩等地向示威工人开火。格兰特认为，保护铁路资产远比保护工人的生命重要。而格兰特卸任后，这种把人当耗材和系统性的腐败还需要持续长达20多年。格兰特的晚年因为被诈骗倾家荡产，口袋里只剩80美元，为了还债和糊口，不得不把自己珍藏的内战纪念品甚至金质奖章抵押给了债主。破产后患上了喉癌，他一生烟不离手，平均每天要抽20支雪茄。当他的惨状被曝光后，很多大亨想直接给他钱，他都拒绝了。他坚持要靠写回忆录赚稿费来还债。一个拥有8年最高权力、经手无数千万级项目的人，最后死于贫困。后世历史学家的眼中，格兰特的手是干净的，但他的眼睛是瞎的。这种瞎在某种程度上更具破坏力。他在回忆录里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只希望我之后的人们能像我爱这个国家一样爱他，但不要像我那样让他流血。1885年8月8日，当时纽约的人口还不到200万，但那天涌入纽约街头送葬的人数超过了150万。1885年，美国已经彻底进入了工业化，人们去送葬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机会去哭泣，为了那场死掉几十万人的战争，为了那个腐败却充满希望的时代做一次告别，为了那个把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当成耗材，却最终换来了一个强大国家的统帅。